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。一日消息传出，这益州城死了第4任警官，全城风声鹤唳，朝廷派下督察。这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那不妨好好聊聊。哎呀，小诸葛也在这儿呢。哎，他没跟我说什么来吧？杨警官好身手，若不是我今天带够了人手，恐怕就让杨警官逃跑了。事已至此，有些话我们不妨放在明面上来说。青城山上埋的警官可不多你一个。牛五娘子这是何意啊？这是杨警官奉宫中令探查蜀红司，如今蜀红司就在眼前，杨警官可以跟宫中交差了。蜀红司绝迹多年，牛五娘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牛五娘子既有如此诚意，那我也不妨实话实说。我来这益州只为升官发财，知县多有得罪，实属无心。若娘子不弃，我愿鞍前马后，听从牛五娘子的差遣。你看，小诸葛笑得多开心啊！他这个人啊，这一生就想干一番大事。诸葛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有了牛五娘子和牛将军的撑腰，想要干一番大事，岂不容易吗？我就知道，杨警官定会从善如流。文书我已经替你拟好了，至于这官印，杨警官的官印，我就不代劳了。只需杨警官派人将这蜀红司送入长安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便不分彼此，共享富贵。保护娘子！杨警官这是何意？
你的人欺负了我的人，我若不讨回来，日后我的人该如何幸福啊？杨警官当真是性情中人。没有脾气的人才更可怕，不是吗？这蜀红司在送往长安之前，还要拿到警官府进行核验。牛五娘子，不妨让我拿一缕回去走走过程，可好？请便。但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：明日这厮会随着你的文书一同进入长安。若往后出现什么纰漏，首先问责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请牛五娘子放心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，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衣了？季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季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
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傅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丝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以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记得轻一点啊。嗯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诸位街坊乡亲们，少林爷老曾言：小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，道出了我们蜀锦的风流灿烂。前不久，我们飞花会借青莲居士、女教书等名士才女的诗词，挥发灵感，与余家锦合作，做成10种华服，今日与大家共赏。哎，蜀侯，
蜀红不是早就没了吗？没有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季家以蜀红丝闻名，家父去世后，蜀红丝也随之绝迹。但蜀红一词，它的原意是指蜀地染出的红色。小女不才，不能重现我阿耶的蜀红丝，但是我能为大家现看更多的蜀红。此衣名唤山花蔓，是用朱颜驼、绯色、水红3色混合而织就。这以青莲居士诗歌自成一段风流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自玉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好。此衣名唤九霞，留银红做主色，丁香和橘红为配色，乃是取自女教书的诗词。酒气分为九色霞，武陵仙玉五云车。春风因过东君社，偷样人间染百花。诸位，接下来为大家奉上《虞美人》。只是那头上的花和脸上的胭脂，老天爷！这是赵家的迎亲队，莫要挡道，速速让开！哎呦，你们赵家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整条街道都是你们家开的喽？就是，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你们不懂，3岁的小孩都懂。就是。你们要是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哟，千万别客气！来，怎么不客气啊？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不客气，个来呀！来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快让！不让开！说了我们不让！咱们谁不行？让！今日是赵二郎君的大婚之日，我们让一让，又有何妨？让路可以，但是这份热闹不能让。我给你们舞一段。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解放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
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。女装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扶摇直上讲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知我者，赵二郎君是也。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不要吧。也许我们的情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，但是我放弃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黄旗接待，代代相传。打土豆第3上，西雅荣华富贵，二打金玉满堂，三打3年一遇，四打龙凤呈祥，五撒五子拜相，张四是六撒六合同春，七撒您怎么也来了？夫妻偕老。刘将军在此，谁敢不来啊？八马回乡。看看，这半个益州城的权贵不都到了吗？十撒十全大吉。心腹马鞍平秤过，称心如意，世代平安。望庆斩拜，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数代结宁庄，牵绳入洞房。好了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下去吧。贤婿留一下。给刘将军道喜。诸位，今日除了小女大婚之喜外，还有一桩喜事要与诸位分享。来，诸位坐吧。贤婿，趁着今日大家都在，把你的心血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是。简直不可思议！这上头如此水平，我没看过。蜀红一出，千红枯，6宫粉黛无颜色。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吾孙赵修缘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，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季英英他们俩都……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
是不是真正的蜀侯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不是。传记士兄妹速来赏赐。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。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了，赵修元染出了蜀红丝。